观众朋友好，我是唐韵。习近平病危有实锤了。最新流出的体检报告显示，习的脑白质病变、心功能不全、肾功能下降，疑似帕金森病。这可不是道听途说，而是带着具体数据的证据。更炸裂的是，93阅兵演练竟然准备了习近平缺席的预案，这代表着什么？中共最高权力核心正被健康危机和内部撕裂同时冲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场阅兵到底是肌肉秀还是谢玄机？习近平能不能撑得住？观众朋友，您怎么看呢？今年，中共打着抗战胜利、二战结束80周年的名义，在北京搞了一场超大规模的93阅兵。别以为这只是单纯的军力秀，背后其实隐藏着中共内部的权力玄机。镜头怎么切，主席台谁坐哪儿，习近平和军方高层先后怎么互动，这些细节都在暗暗透露他的权力到底稳不稳。如果一切如常，阅兵规模超过了2019年，主席台一片祥和，那就意味着表面上习近平依然是牢牢地掌握着权力核心。可要是安排出现了异常，比如将领缺席，甚至习近平本人不露面，那就很可能意味着军队对中央的支持出现了裂痕，军心和中央的微妙矛盾开始浮出水面。不仅如此，现场布置、外宾接待、转播镜头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信号。中共是最会装的，但最终的真相往往比官方的宣传更可能说明问题。所以93阅兵不仅仅是纪念活动，更像是一个透视窗口。这场大秀里面每一个细节、每一个动作都可能成为解读权力斗争的重要线索。外界都在屏息以待，这一次习近平会不会如期亮相，还是说真的会缺席呢？我们大时局频道会追踪各种重大新闻。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，我们向您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。我和我的团队都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的 VPN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，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，它只用一台服务器，数据是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，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。也就是说，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，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。这意味着，只要那台服务器要有风险，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。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，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，数据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。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，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。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，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，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。除了安全，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相当出色。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，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，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、电脑、平板，可以全家分享。现在购买2年方案，享受65折优惠，请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，再打9折。30天内不满意，全额退款，没有风险的试用。请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。近日，自媒体披露的一份疑似习近平紧急进入 ICU 301医院的体检报告。报告曝光，他接受了6大类全面检查，包括甲状腺、肾功能、代谢、心功能、神经系统，还有腹部彩超。报告显示，他的神经系统出现了脑白质病变，还有老年性萎缩，帕金森病可能存在，甲状腺功能减退，心血管方面存在着慢性心功能不全，肾脏出现了轻度的功能衰退，代谢指标异常，高脂血症还有酒精性的脂肪肝并存。那这些指标不仅表明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堪忧，也让外界对中共高层权力的稳定性产生了疑虑。习近平在公开场合的身体状况已经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。
在2015年，他在英国白金汉宫红地毯上是步伐稳健的，双臂还能自然摆动。到了2024年会见普京时，步伐就明显的缩短，身体也微微前倾，检阅部队动作也显得缓慢，站立时偶尔轻轻摇晃，显示出体力和灵活度有所下降。事实上，早在去年就有传闻称习近平的健康出现了严重问题。在中共体制内，领导人的健康状况被视为绝对的高度机密，几乎无人可以。消息传出后，多位知情人士和亲自参与救治的医生立刻成为被调查的对象。据传，其中有一位北京301医院的神经科权威医师，仅因透露习总病情可能危及年内任期，就被秘密处理。与此同时，军中高层也未能幸免，多名将领被调走审查，部分人被迫退出核心岗位，军中亲习派与其他派系的微妙平衡被打破。这一系列动作不仅让外界震惊，更让人看到中共内部权力博弈的紧张与残酷。每一个动作，每一条消息，都可能牵动最高权力的微妙神经。其实，在中共历史上，最高领导人的健康从来都不是私事。中共首任党魁毛泽东晚年病重，出现长期的心脏与呼吸系统问题，却依然被抬上天安门城楼，确保外界看见他依然健在。中共第2任核心邓小平在90年代后期行动迟缓，逐渐淡出公开活动，但重大场合仍会安排象征性的露面，以稳定军心和党内秩序。中共第3任核心江泽民在2002年卸任后，甚至一度传出抢救不治的消息，但中共每次都会安排他公开露面，用来平息外界的猜测。如今，现任党魁习近平陷入了同样的困境，既要掩盖健康下滑的事实，又要在公众面前维持核心稳固的形象。这种矛盾使93阅兵的安排显得格外的敏感。海外也有重量级观察者发声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、退役的陆军中将迈克尔·弗林在6月27日在 X 平台上发文警告说：“注意，中共显然正在发生着权力更迭。”他提醒中国观察家必须密切关注中共主要成员，尤其是公众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信息变化。更引人注意的是，弗林在贴文中附上了3位中共高层的照片。丁薛祥、陈吉宁还有张又侠。弗林的军事与情报背景使他的观察在海外舆论中极具分量，也为外界解读中共内部权力格局提供了重要参考信号。中共军委主席张又侠的地位不仅体现在军中职位，更在于他所掌握的红二代网络和核心军权资源。作为红二代出身，他的父亲张宗逊与习近平之父习仲勋有着深厚的交情，这让张又侠在军中拥有着天然的政治资本和历史信誉。胡锦涛时期的重用更为他在军中建立了稳固的势力基础，使其成为习近平巩固军权时不可或缺的力量。然而，随着习近平提拔亲信掌控关键岗位，张又侠逐渐地被边缘化。但他仍掌握部分核心兵力，尤其是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的重要节点。这意味着他在关键时刻拥有牵制和博弈的能力，甚至能够左右军队对中央的态度。此外，有消息指刘源，另一位中共军中的红二代，在幕后对张又侠给予支持。这种红二代联盟使得张又侠不仅是一个被动角色，而可能成为主动挑战习近平军权的布局的重要变数。近期，习近平与张又侠之间的矛盾明显升级。张又侠曾是习近平巩固军权的得力助手，他在军中的影响力被逐渐的边缘化。尤其在一些核心战役部署和军队人事任命中，张又侠的意见常被忽视，甚至直接被绕过，这让原本稳固的合作关系出现了裂痕。更引人关注的是，外界传闻在习近平亲信掌握核心部署时，张又侠仍在悄然运作，与部分红二代和核心军中力量保持联系，形成对习近平的潜在牵制。
与此同时，有报道指出，彭丽媛在某些场合被认为在军事安排中发挥了非正式影响，甚至暗示张又侠必须配合习近平的战略意图，这使张又侠面临更多的压力。这种政治夫人干政的传言更加剧了军内的不安。对部分老将领而言，这不仅仅削弱了习近平的权威，也让张又侠有了被羞辱的理由。接下来最受关注的就是即将到来的93阅兵，习近平是否会如期出席？如果缺席，谁将代替他站上阅兵车？这不仅仅是一个敏感问题，更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。阅兵本是展示军队战力、彰显国家威信的重大仪式，但在外界眼中，它同时也是观察中共内部权力格局的重要窗口。习近平与军方高层的互动顺序、外宾接待安排、转播镜头的聚焦与切换，都可能被解读为权力稳固或微妙变化的信号。如果安排出现异常，将领不齐，镜头焦点转移，甚至习近平缺席，外界很可能将其视为军方对中央支持出现裂痕、内部权力出现重组的信号。这场悬念引发了舆论热潮，以下是网络上的部分声音。今年阅兵看点不仅仅是坦克和导弹，更是习大大会不会现身。如果缺席，那不只是健康问题，恐怕真有权力博弈。张又侠站得离谁近，比导弹型号更值得看。美国将军都提醒了，这次是全球聚焦的政治大戏。海外社交平台 X 原推特上甚至传出恶搞，阅兵车空着，字幕写着“此处原定为习大大”。美国媒体普遍聚焦习近平健康与军队忠诚问题，认为可能影响中国外交强硬度。日本媒体强调阅兵背后的军权斗争，特别关注张又侠等红二代的角色。而欧洲媒体则把视角放在了权力集中制的脆弱性，认为习近平如果缺席，将是个人崇拜模式的破裂信号。短期来看，如果习近平健康严重受限，93阅兵的缺席将动摇其核心形象，军队和官僚体系可能出现观望，甚至出现倒戈。长期来看，如果张又侠与刘源等红二代力量崛起，可能带来权力再平衡，即使没有公开政变，也可能出现影子领导或者是集体妥协的局面。93阅兵本来是肌肉秀，现在却可能变成最敏感的权力 X 光片。习近平会不会现身？答案就藏在那一天的每一个镜头里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收看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